下，那个学传统舞蹈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听到这样的声音说，你在学这个东西并不是目前社会上最热门的东西，就是你如果跳街舞或者是流行歌曲，可能大家比较容易注意到，那这个舞蹈会不会比较冷僻一点？你从小有听过这样子的提醒吗？有，大家对于传统舞蹈的认知并不是那么普遍，就是大家可能对于这个舞蹈来说，学这种风格舞蹈的人基本上都是女生，男生可能会很少，而且他们对于女生跳这种舞蹈其实也看的不是很多，相对于流行舞蹈来说，其实他们的受众群体太小了，所以我很容易就能听到这样的声音，但是我在享受这个过程，我不觉得它是在迎合大家的口味，我是在迎合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是并不是说你被这样提醒的时候，你心里面就会想说如果我要做一个广泛的受欢迎的明星的话，我应该考虑一下别的路。你不是这样子？我不是这样想，因为我觉得我虽然说并不是那么勇敢，但是我觉得我可以成为我学习这个并不是大家所有人都喜欢舞蹈的那一个特殊的那个例子，就是大家很多人喜欢我，我又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我并不是迎合大家的口味去一直跳流行的舞蹈，我喜欢中国风的东西，然后又有这么多人喜欢我，我就想做这种很特别的存在。你从来没有遇过你表演传统舞蹈的时候别人没有什么兴趣观赏的这种状况？好像没有遇到过。太好了。所以你只要表演的时候都有人很想看，这是表演者最幸福的事啊，就是很幸福。对，你怎么会运气这么好？我遇过的所有艺人，就是很多歌手，他们刚开始唱的时候底下没人听啊，就是底下的人吃牛排吃牛排，喝红酒的喝红酒的也有。你没有碰过底下的人不理你的状况？没有，这很幸运，一次都没有。我每一次上台都会收到掌声。从小就这样？对，我们从小就是学习一个舞蹈就会搬上舞台表演嘛。那台下坐的不管是观众，他们其实对于专业舞蹈来说，他们其实能够看到传达出来的内容。当然我们可能不太成熟的舞蹈也会拿到舞台上去表演，那可能收到的这些掌声就没有那么高的那么热烈，但其实没有出现过大家不喜欢这样的状态。这样很棒。所以你等于你在你爱的事情上面没有受到过什么打击，就是没什么人泼你冷水，对不对？对，很幸福，这是大家都觉得我很幸福。你们在学校练习的时候，同学们会想要靠着舞蹈这件事情去打工赚钱吗？有的。可以吗？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可是传统舞蹈跟其他舞蹈比起来，比较容易找到机会还是比较少？相对于流行舞蹈来说会少那么一些。但是也是看，因为这个市场其实也在越来越多元化。因为我现在也看到很多人喜欢传统舞蹈，搬上舞台上，然后结合流行舞蹈的一种呈现。我觉得很好的一些。在我们当时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跳一些特别喜庆的舞蹈，一些比如说一个什么店开业了，然后当时收获到一些报酬的时候也很开心。你也参加吗？我参加的。那你们好几位同学一起去表演，那一起拿到的酬劳分开来以后会不会很少？我记得我第一次是150块。你分到的？对，我分到的150块。前后要做多久时间？排练2天，演出1天，大概就3天的时间。所以你当时是觉得好玩吗？还是你就认真想要赚这个钱？因为当时没有经济收入，就除了家长们会给我们每个月生活费，其实更多的收入都是我们自己通过商演来获得的。然后呢，发现商演这个其实越做对自己的锻炼反而还会增加，因为你舞台上的越来越多，你就会越来越熟悉舞台。你有时候在台上也会发现一些突发状况，你解决了这个突发状况之后，对于你以后的真正的专业的舞台来说，又是一种经验的增加。同样我还能拿到报酬，又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万一那时候别人说你跳个流行舞蹈是他们的工作需求，你也能跳吗？
我当时很不敢去尝试这个，但是呢，有时候是迫不得已嘛，就是朋友真的是缺人了，然后又找不到其他人可以跳，那就把我拉过去，然后开始学。学完之后，其实发现自己也是对于其他领域的舞蹈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反而又是一种特别刺激的感觉。我甚至觉得我的流行舞蹈的启蒙都是商演带给我的，是，要不然学校接触不到。对。所以你当时拿到酬劳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的才华应该要赚到多少钱才符合我的才华的丰富的程度？你会想这件事吗？当然会想这件事，因为当时你的这个舞蹈啊，其实你要说跟这些真正的职业舞者相比，那真的是差太多了。那这个时候又有一些平台可以去让你通过你现在的能力去赚到一些酬劳，那我很喜欢这件事情，因为你知道，通过职业来带给你酬劳，谁不喜欢酬劳？是，对吧？我又是一个对于生活要求质量还蛮高的人，我拿到酬劳之后，我可以给自己买更好的舞蹈的服装，可以给自己买更好的一些吃的喝的衣服，又是一件更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可是你也知道，如果你不是成为了现在的团里头的这样一个偶像型的艺人的话，你可能只是一个，如果单纯的从事传统舞蹈的表演，它所带来的酬劳可能比不上你去做别的事情。那个时候你就要做选择了，就是你会想说我还要不要继续做这个表演？这个念头有浮现在你脑中过吗？就有的，有，因为你在专业从事舞蹈的时候，你知道其实现在很多专业舞蹈学院出来的这些毕业生们，他们在选择职业的时候也都很犹豫，对，因为知道可能我选择这个职业的舞者养不活我，养不活我的家人，所以他们也会很纠结到自己到底应该干什么，甚至有些人会后悔说为什么当初要选择学习舞蹈，这些都是非常普遍存在的现象，所以我觉得现在也应该更加的向大众去普及舞蹈和传统舞蹈这个行业的竞争压力。我主要觉得是现在市场还不够大，但我觉得很多人也现在为这个行业去做努力，因为很多越来越多的节目再去尝试做传统的文化，像把传统文化推广给大众，然后也结合现在大家所喜欢的流行，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觉得未来可能真的会这个行业会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好。是，这是肯定的。我觉得因为你们扩张了大家对他的认识以后，大家对他的想象力就会增加，然后就会让他有机会去结合很多本来它不存在的地方，就有办法发挥它更多能量出来。刘宇刚才提到的这个传统文化的部分，你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你是有感受到传统文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带来的共鸣已经产生了变化，还是你觉得是从你这一代开始有变化？我觉得是从我这一代开始已经有变化了，因为大家对于传统文化之前的印象都是比较古老、比较古板，然后又悠长的，然后又神秘的。然后在我们这个时代，其实互联网和新媒体时代开始之后，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现在被搬上数字媒体，然后被搬上手机平台的各种，他们通过一些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一些音乐呀、舞蹈呀，都做了一定的结合。因为每个时代会产生新的东西，对于我来说传统文化是个老东西，但我是个小东西，但是我一直希望我这个小东西可以让这个老东西变得更加的年轻，变得更加的有活力，带着这个老东西一起和大家一起探讨怎么样才能去结合一些新的东西。我觉得与其说我带着一种有使命的感觉来去做这件事情，其实它可以更说的是一个传播者的身份，因为我知道我了解这些东西，所以我在这么好的一个时代下，我应该通过自己的力量去告诉大家这些东西美在哪里，好在哪里，吸引我的地方在哪里。如果有一个人认可了我觉得我就是没有错的，我就是幸福的，因为我让大家感受到了我感受到的美。是，我觉得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有很酷的部分一直被长久的忽略了。我刚刚有讲说我从小就被带去看京剧长大，我把它跟很多其他的文化比较，我都依然觉得
京剧的那种不用写实的舞台跟服装跟表演方式都超有种，就是刘宇，你想什么样的表演方式这么勇敢的决定说你哭的时候只可以哭这个声音，你笑的时候只可以笑这个声音，而且你不但只可以笑这3声，而且你还能够从这3声当中笑出不一样的感觉出来。对，就是对你的奸笑跟你的得意的笑跟狂妄的笑都不一样，可是都只能够笑3次。那这个就是一个很有种的规定，他肯定也不是说那个发明的人有一天灵光一闪就说我要这样笑，他肯定是经过了测试，他发现说哎，很厉害的演员可以把这个表现得很好，那差一点的演员呢，他照这个规则来也能够把剧情顺利的完成下去，所以他就决定这么搞，就是起码能够保障这个剧是有效率的传递出去。然后呢，他可能因为在野外演出的关系，他在一定的距离之内，他需要让人的脸部呈现一定的感情，他出现了脸谱这种我认为匪夷所思的，你怎么会在一个人脸上画蝴蝶？你怎么会在张飞脸上画出一只蝴蝶来？对不对？你怎么会拿绿色涂这个人脸，而拿金色去涂那个人脸？所以他做的每件事，其实你如果用现在眼光看，你都会大吃一惊说这太有种了。就是刘宇，你想那个周瑜这种大将军穿粉红色的盔甲，就是谁会让一个将军穿粉红色的盔甲？可是周瑜就穿粉色的盔甲，然后你就会佩服说那个设计者他经过了时间的淬炼，他一定有考虑过说这个颜色，然后是周瑜的个性，就能够衬托出他虽然是一个将军，可是他有那个傲娇的部分是需要这个颜色来。对，所以妙吧，就是这些最前卫的事情他们都做了，然后我们却觉得很老，就其实不老，就挺酷的。是所以如果有刘宇这样的人，不是只是怀抱使命感，而是怀抱热情的来让大家认知这些部分的话，我觉得是美好的事情，就得到创新的力量的来源就是来自于你们。听了这几期节目，相信你对刘宇有了更深的了解。下周刘宇和康永哥会回答一些听众的问题，我们下周不见不散。